抖音会被禁吗？抖音为何让美国政府如此担忧？资料外泄又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拜登又该如何保护国家利益？我是科技小子韦恩，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美国与海外版抖音 TikTok 的关系吧。2016年9月20日，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推出的抖音上线，隔年5月推出海外版抖音 TikTok， 在上线2年内全球已下载近8亿次。TikTok 也是目前在美国最热门的 App 之一，同时也面临到社交平台共同的问题，不当内容以及用户隐私。其中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来自北京，加上中国政府拥有1%的股份，这个因素足以让美国政府近年来大动作采取应对措施。在2020年8月，川普下达一项行政命令，称字节跳动公司会借由 TikTok 将美国使用者的资料传回中国政府，以违反国家安全名义，要求国际版抖音 TikTok 必须在90天内找到美国企业强制出售，否则将离开美国市场，其中包括甲骨文、沃尔玛、微软都对此收购案兴致勃勃。尽管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拒绝出售，并于9月份对此行政命令提起诉讼，当时法官也质疑川普签署行政命令后 TikTok 是否有足够机会为自己辩护。行政命令当时被法院叫停，而在当时此举也有被外界认为川普在对美成功的中国企业进行打压。然而在2020年川普败选，加上行政命令也难以执行，要求由美国企业收购的计划更不可能实现，拜登政府便撤销了 TikTok 的禁令，由禁止 TikTok 转变为 TikTok 程式审查，以确保使用者的资料安全。但仍有多名参议员呼吁禁止 TikTok， 其中民主党参议员贝内特更致信给苹果执行长库克和 Google 执行长皮查伊，称 TikTok 存在国家安全风险，表达下架的诉求。而参议员的担忧也并非空穴来风，在中国，公司有义务配合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进行调查，范围从恐怖主义到反对政府，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让 TikTok 交出用户资料。加上 TikTok CEO 周受资承认，中国抖音员工确实可访问美国 TikTok 的用户数据。如此一来 TikTok 和其他社交媒体如 Facebook、Google 的潜在问题就有所不同，不仅是社交媒体的隐私问题，更上升至国家安全级别。当然也有人会觉得，不过只是滑滑抖音，对用户应该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吧。据报道，使用 TikTok 或是其他社群媒体，会根据隐私政策储存你的使用位置、设备、IP 以及联络人，甚至可能收集生物特征资讯，如指纹和声纹。而美国担忧中国政府可能借由取得美国使用者资料，分析使用者习惯，借由演算法推送特定题材给用户，潜移默化用户的行为模式。尽管 TikTok 强调不会与中国政府分享美国用户资讯，资料也是在美国和新加坡的伺服器上，但针对国家安全，各州政府也不敢轻易懈怠。除军方禁用 TikTok， 目前至少有22个州政府官方设备也禁止使用 TikTok。就在 TikTok 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的2年期间， TikTok 投入15亿美元重整公司的业务，使用甲骨文伺服器，其用户资料皆由甲骨文公司管理，并未来计划在原先美国和新加坡伺服器删除用户资讯。其次，建立第三方监控器，监控用户影片推荐机制的演算法，防止推荐机制被中国或是其他国家操纵。最后建立 TikTok US Data Securities 公司，由外部董事会监督，以保护用户数据。由上述动作可看出 TikTok 已具体提出方案消除美方的疑虑。毕竟在美国使用 TikTok 人数就将近有1亿人， TikTok 也不想放弃市场。然而除用户隐私外，不当内容也是令全球父母所担心的。就连 TikTok CEO 周受资在访谈中提到，也不给他分别为6岁及8岁的孩子接触 TikTok。虽然目前 TikTok 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使用，
针对13至15岁青少年使用也有对应的限制，还是有儿童模仿和推送不宜内容的案例发生，像是2年前 TikTok 的危险挑战造成意大利女童参加丧命，以及推送不当的内容给青少年使用者。又以华尔街日报实验来说，在2021年华尔街日报建立31个账号，年龄分别设定在13至15岁，并利用自动化工具浏览各种短影音，最后显示结果发现，其中有100部影片最后导向付费色情网站和情趣用品店。而最糟糕的是，至少有569个影片教人如何制作毒品和吸食等违法内容。虽然在新闻发布后 TikTok 立即删除那些影片，并同时修改演算法，将原先自动侦查再进行人工删除，改为全自动删除。TikTok 发言人也表示，自动化工具绝对不代表真人的行为和观看体验。然而，现阶段美国仍然对 TikTok 加强审查力道。执行长周受资同意于今年3月出席国会的听证会，并说到将利用听证会澄清 TikTok 字节跳动以及我们为解决美国国家安全而做出的承诺。但最终情况也不排除美国政府在众多参议员的压力下，强迫字节跳动公司出售 TikTok 或是离开美国市场。总结来说，在中美角力下， TikTok 成为审查最多的平台之一，美方针对中国的应用程式将会比以往更严格。另外，随着资讯和娱乐求精求快的情况下，短影音势必在社交媒体也将占领一席之地。即便 TikTok 不再为短影音的龙头，后续还是会有其他平台面临用户隐私和在演算法精进的情况下人们成瘾的问题，以及影音内容对儿童与青少年模式的争议。好了，看完今天的影片，是否有更了解美国政府与 TikTok 的关系呢？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对 TikTok 的看法。我是科技小子维恩，我们下次见。